猪真的是第一只粉丝们亲眼看着长大的熊猫宝宝，从出生的第一天到如今的100天，基本上一天都没落下。如果看过就约等于养过，那魅猪也可以说是大家云养长大的了。真的感谢长隆给这届网友的福利，每天都更新魅猪的动态，让大家见证了它的成长。而且长隆也是宠娃界的天花板，继魅猪满月宴后，在今天又给魅猪举办了隆重的100天宴，不仅封了一坛女儿红，还向粉丝们征集了百家布。他们真的是把魅猪当成孩子在养了。而且自从魅猪出生后，长隆的饲养员的嘴角都是上扬的，特别是大梁奶爸带魅猪出来晒太阳时骄傲的模样，就像是魅猪是他生出来的一样。也就是这个被大家视作珍宝的魅猪，却让亲妈菊萌萌有了很多带娃的烦恼。即便菊萌萌拥有6个金牌月嫂，但亲姐为了能让魅猪更加健康，一直坚持按传统方式饲养。于是菊萌萌不仅被饲养员24小时盯着带娃，还会时不时的在耳边环绕着大梁奶爸的带娃提醒：萌萌大仔了，萌萌大仔了。这整的菊萌萌也很恼火。这天菊萌萌出去放风，走到门口，本来都打算回来了，结果又听到了大梁奶爸熟悉的声音：萌萌大仔了，乖，在门口瞄了2眼你就跑了。菊萌萌立刻掉头就走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带了这么久的孩子，每天出去遛弯是菊萌萌最喜欢的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她趴在通道口，等待饲养员给她打开通往自由的门。饲养员不给她打开时，她还会过来撒娇，但后来发现撒娇也不好使，就生气的走开了。来到另一个通道口，背对着魅猪把脑袋伸出去，即便身体出不去，头也要伸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。好一个眼不见为净。因为饲养员总害怕菊萌萌会翻身压到魅猪，所以总在她睡觉的时候提醒她，这也让菊萌萌睡觉时总躲着魅猪，每次都要离魅猪远远的。有一次萌萌睡醒一睁眼，发现魅猪竟然睡在了自己的手边，于是就一把推开魅猪，又紧接着用脚把它蹬得远远的。正在睡觉的菊萌萌看到孤勇着爬向自己的魅猪，也会立刻起身离魅猪远远的，一副默挨老子的架势。当然魅猪生气时，菊萌萌也会害怕。这天他又浪到很晚才回来，而且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小窗口看看有没有好吃的，这让魅猪很生气，冲着菊萌萌就是一声超凶的狗叫，把菊萌萌吓得都愣了一下。缓过神后，赶紧上前给魅猪来了几下颈部按摩，然后又把魅猪拖到墙边抱起，慌乱之中把娃都给抱反了。这么来看，魅猪还有可能是个辣妹子呢。君小朋友的腿到底能有多短？他和姐姐小田瑞打架时，即便是跳起来，也才勉强能踢到姐姐的膝盖。从他俩打架的视频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虽然姐妹俩直立的个头总体看起来差不多，但如果对比腿的长度，辉宝至少要比姐姐的腿短了1/3。所以当他们站在一起喝盆盆奶时，辉宝恐怕要比姐姐矮上5公分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他在体重上却比姐姐重了将近10斤。所以辉宝虽然才刚满1岁，已经吃的腰是腰定是定的。而小灰灰的土豆腿可以说是复制粘贴了妈妈爱宝的腿，他俩站在一起时，就是大土豆和小土豆的既视感。他们院子里的这个木架本来就是为了让2个小家伙玩耍特意做的儿童版，但即便是这样，爱宝上木架的时候也很费劲，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一个助跑才能成功的爬上去。而同样的动作小灰灰也做过，这娘俩爬木架的姿势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当爱宝和辉宝同时出现在木架上相向而行时，小灰灰知道妈妈底盘低，还十分贴心的趴在木架上，让妈妈从她身上跨过去。而且老宋也是丝毫不给小灰灰留面子，经常当着众多游客的面给小灰灰量腿长，有时候还会给小灰灰做腿部拉伸。现在导致辉宝的腿已经成了姐妹俩的任猫插件，很多粉丝都是看腿时光君。而在性格上，网友说的灰灰类福绝对不是闹着玩的，她在气质上甚至比福宝还要像街溜子。福宝姐姐小时候也就拔一拔南川小树，拔掉后老姜还能再种上，而灰灰直接就吃掉，一整个的就是以绝后患。而且即便是现在小灰灰还吃不了竹子，但是他已经开始和妈妈抢了。看他和爱宝抢的这2下，是不是似曾相识？还有一次是小灰灰和爱宝坐在一起吃胡萝卜，爱宝吃着自己的还盯着小灰灰手里的，等自己手里的刚吃完，就立刻去抢辉宝手里的。被夺走胡萝卜的辉宝一脸委屈，气得连打了妈妈几个巴掌，最后甚至把嘴里仅剩的一点都吐给了妈妈，像是在说给你给你都给你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嘴馋的妈。不过虽然灰灰很调皮，但耐不住实在美丽，而且她的很多行为都是既可爱又治愈，所以喜欢她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。果然兰姐才是顺顺最大的黑粉。娜娜是个超级大美熊，而且卢卢也是超级大美熊啊，就生出她这个德性。不知道怎么生她这个街溜子这种气质出来，不正不经的熊，又不讲卫生。说起街溜子气质，
顺顺打小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同样是卢黄的儿子，三小只坐在一起，也就顺顺的气质最特别。而且兰姐不仅说顺顺是不正经的街溜子，还在直播间里公开顺顺的身高。当粉丝问兰姐顺顺有没有1.62米时，兰姐也丝毫不给孩子掩饰的说：1.62米，没有，哪来的1.62米？1.60米，1.60米估计没有啊，顺顺没有1.60米的。他妈妈也没他黑，他妈妈也身材比他高大，他爸爸也身材高大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身材那么矮小。但是你可以说我们的二岛主气质没随爸妈，身高没随爸妈，但是颜值这方面还是很扛打的。安安静静的顺顺也是帅得一塌糊涂，但无奈他的颜值根本压不住他独特的气质，总能给人一种街溜子的感觉。因为顺顺长得矮矮一只又很胖，外形很像一只小企鹅，但除了因为他和企鹅长得很像外，兰姐在直播间给出了更令顺顺扎心的解释。顺顺为什么叫小企鹅啊？他都没有小企鹅高，又黑又小又胖，所以说不就叫他小企鹅吗？有一次小企鹅在门口很卖力的在给奶爸撒娇，结果奶爸反手就把小门关上走了，小企鹅瞬间愣在了原地。不懂雄情世故的奶爸直接伤到了小企鹅的心，但网友的神评论更是杀熊诛心，说小企鹅蹲着卖萌太矮了，奶爸以为他走了才关的门，而且小企鹅平时很喜欢趴在门口听八卦，从墙面上被他蹭黑的程度，就知道这家伙是趴墙根的老手了。顺顺还有一个外号叫沉船小王子，因为他的玩法很狂野，这么小的泳池里还能玩冲浪，然后在兰姐一声声彩虹屁中，不一会儿就把船给干翻了。顺顺还特别的自律，就这仰卧起坐，一口气就能做几10个，真是一只精力旺盛的小企鹅呀。一只肥嘟嘟胖乎乎的小家伙叫毛毛，大家都知道很多小熊是以蜜桃臀出圈，但毛毛却是以呆萌的屁桃脸出圈。毛毛小时候的脸又圆又蓬松，而且颅顶处有浅浅的凹陷，形状像极了一颗水蜜桃。毛毛的妈妈是断掌美女水秀，爸爸是身穿高领毛衣迷倒一众女熊的伊宝。因为水秀妈妈和伊宝爸爸都是来自野外，所以毛毛是名副其实拥有高贵血统的野二代。不仅如此，毛毛还拥有地表最强金主爸爸。毛毛刚出生2个月时就被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终身认养，是妥妥的茅台小王子。如今不到3岁的毛毛和宝源还有林夕生活在一起。毛毛特别喜欢林夕姐姐，会趴在石头上深情款款地看着姐姐，会紧紧地抱着姐姐撒娇。而林夕也特别宠爱这个异父异母的弟弟，即便毛毛弟弟去咬自己也不还手。茅台小王子对待自己的室友也很双标，当毛毛想吃林夕姐姐的竹子时，伸手试探2次，意识到姐姐不想给就不会再抢，但当面对自己的兄弟宝源时，那就必须要抢上几个回合了。只见毛毛瞅准时机，一口咬住笋笋的一头，便开始往自己这边扯，2只小手还不停地扒拉，但无奈对手实力太强，最后只抢过来一点笋皮皮，而且过程中还挨了宝源几个大逼斗。最后茅台小王子只能眼巴巴看着，馋得直舔舌头。毛毛打小就是一只小馋猫，小时候偷吃水秀妈妈的小苹果，还一副大佬坐姿，躺在门洞里面，小脚脚搭在门框边，一副我是茅台王子我怕谁的模样。如今3小只生活在都江堰中华大熊猫院，那里是绝佳的避暑胜地，喜欢3小只的姨姨们可以来这里看它们呀。